上海一位资深设计师、资深创意人员、资深广告工作者，沦落到台北来做安保。我不知道台湾的再联系跟上海是不是一样。上海通常说我回头再给你联系，通常就是不要你了。但是面试下来，我觉得我这里根本没有资格来挑剔他的路程时间，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看中我。所以说有一些挫败。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有一点挫败。这里是景安站换乘环状线，好远啊，相对台北的时间来说算很远。但实际上我家到这边现在经历了40几分钟而已。我老婆都还不知道这条环状线有没有开通。今天刚好我来探一下路。开一辆车刚刚要等7分钟。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交通灯。有一个人行的，还有一个脚踏车的。这是脚踏车吗？还是机车？人行不是应该跟脚踏车是一起的吧？有点不太懂。这是它变绿灯之后，还是人行跟脚踏车一起的。为什么要有3格？刚刚捷运上超可怕。旁边有一个。大概长得像郑则仕，香港演员郑则仕，肥猫那么雄壮的一个人，然后他比郑则仕还要高，然后他坐在那里，一开始说就在自说自话嘛，他就一开始说，我就喜欢台北的捷运，因为台北的捷运很漂亮，所以我喜欢台北，我喜欢台北的姐姐，但是我又不认识台北的姐姐。而且我还不喜欢捷运的司机，我就要拿刀去砍死他。我很恨他，我要拿刀去砍死他，砍死我去坐牢。他就在那里一个人自说自话，慢悠悠的说，而且一看就是不怎么正常的一个人，真的很可怕。然后所有乘客都离他远远的，就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因为。还好，今天我是一个人出来，就觉得他如果从包里抽出刀，我也逃得掉。但是因为我有观察过他的那个包软绵绵的，看样子不像有刀的情况，其实也是蛮吓人的。就是我站在旁边心惊胆战的，就觉得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什么举动啊，真的好可怕。其实我今天是去面试，对。来台北生活了4年时间，第一次去面试，跑到非常远的，以我住的台北最靠北的北投来说，非常远的中和，先是坐红线，淡水线一线到东门换那个什么，回龙线，往南势角方向，再坐到景安再换那个环状线，应该算轻轨了已经。而且听果果说那个轻轨他也不知道有没有造好，说什么之前地震好像也影响了工期，那个轻轨真的很慢，就是要等很久一班，而且车厢比较小，而且我还看到就是车厢扶手什么蛮干净的，但是出口处呢地上蛮脏的，就是不知道它是新的车还是老的车拿来改装的。然后到了中和那边下来，还要再走差不多，以我的速度，蛮快的速度，要走6、7分钟的时间，到一条河边。我查了一下，那条河叫做新店溪，就是在那里。整个路上的通勤时间，我算走很快啊，要1个小时10分钟。虽然这个时间以上海的通勤来衡量，其实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以台北的生活节奏，可能就已经算非常长的通勤时间了。所以
去这家公司面试之前，我心里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过，不知道实际路上会花多久时间。那去下来觉得路程还是蛮长时间的，但是面试下来，我觉得我这里根本没有资格来挑剔他的路程时间，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看中我。哎，所以说有一些挫败，开头说有一些挫败，但是现在平复了一下，回过来想一想，其实也还好，是一个在台北生活的宝贵的面试经验。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做设计师，在广告公司出身的，那我今天面试的应聘的这家公司呢，它是属于印刷公司，就是因为广告设计它通常以我们大陆的行情来说，分线上和线下。线上就是一些手机啊、电脑的媒体，那线下就是一些传统的，我们说就是传统的，比如说印刷啊、书本啊、包装设计啊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包装设计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偏向于一个经验吧，可能或者说，当然经验是哪一行都需要的，它比较偏向于一个熟练度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我在上海的工作资历来说，通常都是我挑公司的，就是我在一家公司做，然后可能会有圈子里的朋友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现在有职缺。然后他会跟我说开价多少多少多少，我觉得开价不 OK， 我就不去。就是我在上海大概10年工作经验的资历是可以这样我来做选择的，但是到这里感觉是要重新开始了，就是因为一来也不熟悉台湾的职场一些规则，二来呢对于台湾广告行业的一些也是说熟悉度吧，还没有到很熟悉，所以相当于我之前的经验要打一个折扣嘛。因为今天到那里就是他实际让我上机操作，但是上机操作伴随着2个问题，就是他先问我那个对于 PS 和 AI 2个设计软件的熟练度，我说我这2个很熟练，我自己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操作速度非常有自信，我通常办公的效率非常快，别人都在加班，我就准时回家的那种。那然后到那边呢，碰到2个问题，一个是他用的电脑是 Windows 系统，我通常用的是苹果的 Mac 系统，所以在操作上他那个2个快捷键是不一样的，甚至那个滑鼠的左右键也有些不一样。而且弹出的那些窗口的那个按钮也不是常规的左右固定的那样的位置，它会有一些不同。一个系统不熟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用的是台湾版，就是繁体版的操作软体了。就是我首先对于一些台湾版的软体并没有太熟悉，就比如说我们做图做完要导出，然后这边好像叫读出还是什么，这个还比较接近，还有一些就是差异比较大的字，就是你要熟悉一下。当然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就是可能给我1个礼拜的时间我就都可以上手了。但是今天就实际在那边操作就觉得有一些大失水准。而且因为这个工作它是其实薪资是要面议的，所以就是他可能要招的是一个直接可以去上手的人。而像我可能还要摸索1个星期，就是我乐观估计啊，就是估计我可能1个星期应该是可以上手的。那比如说做设计的一些印刷厂的那些专有名词，可能叫法跟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什么我们叫卡纸啊，然后有过油啊、没过油啊，还有覆膜啊，这些东西可能会有叫法不一样。当然我觉得有这个基础在，就是叫法熟悉一下是很快的，但是它可能就是要一个上手就可以投入到工作中的这样一个战斗力。那我显然还没有那么符合他的预期，因为毕竟那个薪水，以我这几天找工作来看，他那个薪水还属于蛮高的，不是那种没有经验或者是很少经验的人可以去应聘的岗位。所以他最后在面试的时候就问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自我介绍的可以加分的东西拿出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已经在操作上就是让他没有满意了，甚至我自己都不满意，就是以上2个原因嘛，一个操作系统，一个是繁体，就还不是很适应。然后
我就觉得说再多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了，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以往的工作经历，那然后他就跟我说再联系。我不知道台湾的再联系跟上海是不是一样，上海通常说我回头再给你联系，通常就是不要你了。我相信台湾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比较委婉的拒绝你的意思。那当然没有关系，因为这家公司其实我在路上回想了一下，就是它确实通勤时间太短了。还有一个下班的问题，就是下班它已经算很早了，它是8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以这个时间来说应该是很 OK， 但是我从中和赶回壮壮的学校接他可能就要6点半了，因为路上要1个小时嘛。那他的学校没有留校到那么晚的，他通常最晚是到6点钟，所以就是时间上的一个限制，也让我对这家公司就本来就是想去试一下，先看一看的。但是现在试下来，就是他对我也不满意，我也无可挑剔，我也没什么好挑的，就大家就是当做我跟台湾社会跟台湾职场的第一次接触好了。所以现在平复下来之后，挫败感没有那么强了。虽然这2天真的一直在104上面有看工作什么的，然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看了没有很久，但是我现在粗浅的观察到，就是台湾的各个行业薪水差距没有很多，甚至有一些做保安的联系我，让我去做保安，他们开出的薪水都有到4.5万一个月，而且因为保安的工作相对于设计肯定是没有那么压力大的，他就是通常巡逻一下，可能我看的工作要求是说什么注意一下住户的门窗有没有关好啊什么的，反正注意一些细节安全的问题。那像设计毕竟还有一些门槛在，你至少要熟练一些设计的软件，那还有就是一些设计的案例你要比较有经验。所以对于台湾的各个行业，我真的有一些疑惑，就是有一定门槛的工作跟没有门槛的，哪怕说餐饮的服务业，他们的薪水差距真的没有很大，甚至餐饮服务业一些体力活可能要比一些技术活的薪水更高。就是怎么说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嘛。就是我觉得好的方面在于台湾人可以更自由的投入到自己所喜欢的行业里面，就是不用受限于薪水，不用受限于待遇，就是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反正大家工资差不多，也不是那么的功利性。就是可能我本身不喜欢科技行业的话，我打个比方，本身我不喜欢科技行业的，我不喜欢工科的，但是我为了拿高薪水，我要去念工科，然后做一项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个在上海来说还是蛮普遍的，大家可能都冲着以后就业的薪水去选自己的专业。那台湾以我目前这样观察下来，觉得好像不用太刻意的去顾虑到将来的薪水，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去试，因为各个行业的薪水差距不大。但是它不好的方面呢，就是确实有一些行业，你比如说设计好了，它至少要训练你的美感，要学很多基础的设计理论，什么排版理论，然后包括软件的运用操作啊，这一些其实都是需要一些门槛的。那你付出在上面的时间要比你去从事餐饮服务要久，而且它相对来说它的经验，我觉得要比服务行业的经验，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当然我是自己觉得的。你设计的经验肯定要比服务行业的经验要宝贵，因为那个经验的积累比服务业的经验的积累更难嘛。你要吸收进去，然后要消化掉。但是服务业可能就是一个熟练的操作，你可能做到后面熟练度高了，就比较适应了。当然设计也是有熟练在里面，但是它一定程度上还是要讲天赋的，讲你这个人天生的美感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于一些年轻人的发展来说，就是没有鼓励的感觉，没有鼓励你去学一些更难的学科。你可能就比如说我之前甚至都考虑去做那个保安的工作，因为说实话不是我瞧不起保安这个工作，但我觉得保安真的不需要什么门槛，你只要身体四肢健全，
可能就对，他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保安的时间我不适合，他通常是12个小时，我下班没有办法去接小孩放学，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做晚餐，所以最终放弃了保安的工作。对，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这样的薪水分布有好的方面，就是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想做的行业，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就是不太鼓励年轻人去接触一些可能对社会对将来发展更好的，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就以我现在粗浅的观察来说，观察到设计行业跟那些服务餐饮业的薪水差不多，甚至还比服务餐饮业的薪水要低。所以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大家可以留言纠正我，但是请客气一些。我现在真的做 YouTube 做的说话有些小心翼翼的。好了，那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面试的经历，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标题可以起一个上海一位资深设计师、资深创意人员、资深广告工作者沦落到台北来做安保。开玩笑。当然今天这个面试不太成功，但是我相信就是面试下来也有好的感觉，就是觉得台湾的一些广告设计的形式说实话没有那么新，相比较上海没有那么新，因为上海到底怎么说呢，市场比较大吧，就是接触的客户也会比较多，接触的广告创意的类型也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蛮有优势的，所以我对之后的找工作也是还蛮有信心的，并没有因为这一次受挫而失去信心去转做服务员。当然我没有说服务员不好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个螺丝钉还是应该在他自己的螺丝帽里发挥作用。就是我是学广告设计的，我应该尽我可能投入广告业，来提升一下整个说的大了，来提升一下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美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再会。